哎呦我的妈呀，可算开支了！我盼星星盼月亮，我都怕我弟那个身体状况挺不到这一天，我这顿掐人中啊！那工资短信要是晚1分钟收着，我都觉得被公司辞退。开支吧，在我眼里就是开荤。我他妈总算能解解馋了。你看这个羊排肉，我去买的时候，那阿姨跟我说：“小伙，你长得挺精神，我给你挑瘦的。”我他妈差点跟他翻脸。今天这饭呐，就一个原则，就是肥肉蓄满。我看看不吃菜也不吃主食，能不能给我俩吃嗝嗝了？是。这个嗝嗝不是嗝，这个嗝嗝啊，这人又好起来了，猫也不能落下。给他整了一袋非常好的帕特生命成猫粮，这里牛肉、鸡肉是主要动物蛋白来源，还添加了8:1:1科学配比的生骨冻干，而且帕特是和浙江大学成立联合研发中心的品牌，这玩意儿你整着放心呢。但我弟这会儿问了我一个非常关键的事儿，他说：“爸呀，不是哥呀，咱俩这么续，今天晚上让血栓给栓这咋整？”我寻思他说的对呀，我们别从哥俩变病友啊。我火速整了几个素菜，这你说过把瘾别他妈挺不到下次开支了呀！来吧，吃香香了，素黄、拌皮、炸米、辣五、完白、啃土、烤，还有这个肥肥的羊。咱说真的，开完支来这么一顿，这不他妈过的神仙日子吗？当然，更神仙的是这位爷，他现在这个行为就很好的诠释了一句话，就是他妈逮好吃的不撂块，就是。朋友们呢，我又添毛病了。今天早上上厨房闻油烟味吐了，今天这饭一手没伸啊，全是我哥做的。我哥行，当年为了套配方跟早上的40来岁大姐处对象，但是那小蛋糕捶都捶不下来。我说怎么的，你的对象土耳其的呀？完他说过年了要给我奶包金元宝小馒头，但我怎么看都有点像金屁股。突然那不妨怎么给他改一个名字，就叫金锭。我弟一看这情况，他来自信了，他学了一个节高升，完了上面放肘子肉，这摆盘跟他们大席似的。完我哥有个职业病，他不管上谁家，非得拎条鱼做松鼠桂鱼，还有他的排骨，我总能想起什么居家小馆百姓私厨，但做的确实快，我这上下眼皮一耷拉，做出好几个菜。完说他胖，他还喘上了，夸夸的翻上勺了。完告诉我往后点，他要展示一波大翻勺，3厘米啊！据我奶在跨年那天少吃一个菜，就差3厘米。完他问我你吃龙虾能不能好点，我说你不明白，我可能水逆了，真的，我今年我太倒霉了。我一狠心在得物买个转运珠，2022我必须得支棱起来，而且这种好看的转运珠和小金手链得不上那么多打折的，我特意买个正价的，因为我觉得心诚则灵。链接我放评论区了，你们要有真有需要赶紧看看吧。我一气买俩，给我弟也带了一个，因为他就比我小1岁，我的今年可能就是他的明年。来吧，香香了，烧排、蛙汤、肘传、豆丝儿、金锭、松鱼、支龙、扣肘、脆五、小糕、外糕。我今天切蛋糕，我寻逗逗我爷，但没想到老一辈的求生欲还是强啊！来爷，给你。给你奶吧，你奶有福就行。给你好啊，我有福。来了，该来的还是来了。我奶来电话说你爷最近消化不好，我们喝好几天大米粥了。我说那我过去给你俩煮点柿子面呢。我奶说你能不能听明白话？你爷消化不好，我他妈喝3天大米粥了。这是老太太馋肉了呀！我给炖了3斤扒肉，又给酱了好几块大骨头。酱骨棒哄我奶这招百试百灵，但我这骨棒也确实有点说法。但香到你这边在这啃，那边有人嘎你腿，你都不知道疼。但老喝粥也不能不吃干了呀！我蒸了2锅肉馅花卷，你别看这肉馅放外面，但这一咬比包子还过瘾。我奶说要顿顿都是这个伙食，你爷这胃我不能让他好啊。今天的重头戏是这个大鹅炖土豆。我弟求大鹅的时候，我奶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大鹅我挺愿意吃的，但是实在是不好收拾，你们哥俩拿家吃去吧。我弟说哥你赶紧给炖了吧，我就是再不认字我也听明白这啥意思了。这大鹅给我弟香的是卡跟头，他怕爹说拿这汤给我泡点饭吧，然后我给他做了一碗大米饭盖饭，之后我煲了一锅红枣枸杞鸡汤。我怕我奶老批评别人这累着，我先给他补一补。来吧，吃香香了，酱骨、扒肉、红刀、肉卷、红枸鸡、豆宝、鹅土、鹅汤饭。我们进门发现我姑和我姑父也在这呢，于是出现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这骨棒不够分呢。要不说定事还得是我奶，我奶说这样，你们哥俩吃一块，你们2口子吃一块，我和你爷一人一块。你爷要吃不进去，明天我俩下点白菜，他胃不好可以吃菜，我把骨棒啃了，我都是为了他好。
哎呀妈呀，接个大活！我弟晚上要去店旅，我寻思给他带点饭吧，别出去吃那外卖了。而且他那几个小哥们，我们从小就在一起，都认识。我多炒俩菜就一起吃呗。别看我们就差1、2岁，但这么多年，我拿他们都当亲儿子带。先煮了碗奶茶，省了他们去买那个6、7块钱的破玩意儿，就做了2个下半夜吃的凉菜。因为头半宿这个饥渴我肯定是保不住了，后半夜要是饿了，可以抠点墙皮拌上我这个秘制蘸料，管咱也能垫吧垫吧呀。我怕米饭放凉了就硬了，就直接做了个焖饭。但是有个隔路的说牙疼，吃大米过敏，我做俩三明治，但穴位有点糊了。我嘱咐我弟，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别吃三明治。完，我炸地瓜片的时候，我就听后面吧唧吧唧的，我寻思这怎么的，家里着耗了。我去！我说家里哪来这么多辣条啊？他说最近拼多多百亿补贴2周年，他在上面花1块钱就买了1整箱卫龙辣条，而且正品保真，假一赔10。链接我让他放评论区里了，好多东西有补贴，还能领取粉丝专属的补贴券呢。瞅他吃这么香，我这一桌好菜是要留了外人填的，是要。这个青椒炒肉和回锅肉就足以让我弟在今天晚上能挑选一个离空调最近的床铺，就更别说我这一道前老丈人祖传的广式焖牛肉，他集结了花生酱、腐乳汁、柱侯酱这3个王者，我还搞了点灵魂白萝卜。这一宿我弟要喝个饮料啥的，应该不用自己花钱了吧？来吧，吃香香了，辣焖、NC、回肉、马藕、焦肉、3只。广牛、口鸡，还有他这一裤兜子的味辣啊！打包就给他送走了。这家头一次见这个架势去上网的，可别给他当卖盒饭的，再不让他进呢。看看这小子给我留的这点剩菜，这是怕我往家领人啊！这是他临走问我好几遍去不去玩去，我说不去，我不玩那小孩玩的玩意儿。我等会儿换件衣服，出门洗澡去。快他妈玩散了！我之前不是说夏天不烤串不是正经东北人吗？然后我这串就连上了，2礼拜吃3顿，我感觉我这人好像不太正经。看看我昨天晚上熬夜整的小菜呗，枸杞粥黑鸭，高仿1比1，花毛一体，糖心茶叶蛋，冰冻柠檬茶。我怎么感觉这个坑像谁拿鞋底踩的呢？看看这几个爹都买啥串了啊？牛肉串、干肠、鸡翅、麻排、羊肉串、干豆腐卷、鸡脖子、大肥腰子和淀粉肠。这个出来烤串啊，我说2句。第一，你不是在家烤，你最好买那个现成的串，把这个黄金时间留给那个 Black Jack 不好吗？第二是交朋友，你尽量交那个皮糙肉厚的，因为这样的朋友洗吧洗吧还能反复使用。哎呦妈！拍视频，拍视频。看没看着这样的爹就是能反复使用的哥们儿。下礼拜再烧烤，咱们还扎他，不是还找他。第三是不管太阳多大，棚子多大，你吃到最后就发现大伙终究还是围着炉在那啃。这些爹从白天到黑夜，从他妈人间唠到宇宙，就是没人站起来问你那一句：我帮你烤会儿啊。没人问就没人问吧，反正烤串的也不是我。我们几个能凑一起坚持这么些年，就是因为有一个原则，就是不管处过多少个对象，聚会都不带女的啊，就是。哎，等会儿哥们儿，你这啥呀？最近这天越来越凉了，好不容易这2天赶个晴天，我们决定放个假，抓住夏天的小尾巴，我们要出去露营了。然后想到这应该是今年的最后一次露营了，就决定干把大的，光打包就收拾了1天1夜，差点没给加班。后来这些东西我们车装不了了，我甚至还租了个货车，开着箱货去露营去，这是我干过最越野的事了。然后为了让这次露营能更有仪式感，我买了个蒙古包当帐篷，但眼高手低了，我们6个人花了4个小时才勉强给它支棱起来。给它支棱起来之后，我们几个谁也支棱不起来了。我现在觉着要不在里边住个3天3夜，那都有点对不起我们这个老腰。这蒙古包搭完了，烤全羊也可以准备烤了。这羊我在家腌了20个小时，上架子就满园飘香。然后我来之前还研发了一个可以搅动的烤羊炉，但是来的路上可能太越野了，不知道啥时候给磕坏了。它现在蹬不了8秒就开始掉链子，我们后来到底还是手摇了3个小时。然后一心在这烤羊也没注意，对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来一群羊。我们浅浅的对视了一下之后，互相都有点绷不住了。我有特别强烈的感觉，他现在脑子里应该只会闪过一句话，就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然后怕这一只羊不够吃，我们还穿了根串，3米的签子挂了10斤肉，非常标准的东北大串。我们甚至还为穿这个串现组了一道流水线。完一见这串，我姐贼激动，苦苦在这照相。你别说，我姐在唯品会买这身衣服还真挺好看。完了她各种夸呀，说她家不仅天天打折，还能安排顺丰拿着合适的尺码上门换，老省事儿了。朋友们，你们赶紧上唯品会搜狗送或者点评论区买吧，可划算了，而且不用等预售，发货贼快。后来这串生生烤了2个小时才烤熟，俩人吹火，俩人翻面，这大块肉吃的是真过瘾，但不能撸，我认为是他唯一的遗憾。
然后经过了3个小时炭烤，烤全羊也出炉了。这回烤的真的很香，旁边钓鱼的都过来闻来了。而且它出炉的时候刚好赶上日落，这氛围感也太好了。忙活了2天就为了这一刻呀！吃着烤羊，看着夕阳，再来一锅冒着热气的火锅面，我别说这2天了，我感觉我这辈子都值了。不过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晚上摸黑收摊收了4个小时，收完垃圾之后，我们又连夜把这2吨东西抬回了我那没有电梯的3楼。妈，到家都早上4点半了。我进屋之后非常恍惚，我寻思不说好放个假吗？这怎么比在家拉磨还累呢？